人性器官的骨头到底叫什么？然后就是里面没有骨头啊！我的天哪！你可以写注音啊。不要啦！你写什么？虐。你刚刚说什么？同期时间是一部骨科相恋的故事，请问骨科一词的由来是什么？把烦恼脱下来，留在地上踩。Let me make you high， 把口子都打开，流星露出来 ，JC all the night。Hello， 大家好，我是传播帝。去年我在剧场看了一部让我瞠目结舌的作品，想说哇，原来在剧场也可以这样啊！然后马上就要欢迎这部戏的演员还有导演靳敦还有浩中。嗨，大家好，我是浩中，我是靳敦。听说今年这部戏又要重新的再来过了，是不是？没错，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跟大家讲一下？没有背是不是？时间的这个。8月13号到8月16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会演出4场，5场，是5场哦。哦，谢谢你们消除我的紧张，因为不是我 NG， 我觉得很棒。哇，那我们再重整一下资讯。8月13号到8月16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蓝盒子演出5场。对，那可以简单帮观众介绍一下这部戏在讲什么吗？这出戏是剧作家林梦环的作品，然后他是在讲一对在一个很特殊的场合认识的一对算是同志伪情侣，伪情侣， Okay. 对，然后在另外一个意外的场合，然后发现原来他们是兄弟，什么？但是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那他们接下来要怎么面对这段感情？该继续还是不该继续？你认为是伪吗？伪情侣？炮友晕船的故事，你比较精准，你比较精准，突然变得好现代哦，跟我看的时候这个感觉炮友晕不太一样。船的故事哦，你认为是炮友晕船？对，所以就是大家打炮就是打炮，不要聊天，不然就会聊出事来。对，也不要吃早餐，就不会知道对方是自己的哥哥对，了。就做完就是洗个澡就走喽，拜拜这样子。对，但是你这个角色最早是跟算哥哥算金钱交易的关系认识的吗？算就是他来我这边消费，对，所以就是对，那你怎么看待从金钱关系的消费到演变成这种炮友的情感？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金钱消费过啦，但是我就是觉得你说背还是出钱都没有哦，都没有哦，付钱跟收钱都没有哦，都是免费的，所以对，不用钱的最贵。哎，如果我去想这件事情的话，一定是第一眼他就是你的菜哦，对，才有可能再往下一步对他产生更多的好奇。那你在这部戏准备最多的是身材吗？因为从一开场你就非常赤裸的在台上，他算是一个对，但当然排戏也是花费很多心力，就因为导演要求很高啊，对，然后有一些演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导演觉得说这个我不要，你再注意一下，不要再这样子。我哪有这样讲？我从来没有这种口吻跟你说，好不好？所以是哪些表演的习惯？我很好奇。其实这没有一定的好或不好，但是我可能比较就是不喜欢，就是希望说语言上面再干净一点。所以比如说，有时候演员为了让台词看起来听起来更真实自然，可能会有一些琐碎的字。或者是一些就比较像口语的语助词这样的东西吗？对，但它其实用到一个程度是没有问题的。可是有时候一超过那个的时候，就可能会让语言变得比较不干净，这样你的警铃就会大作。对，那我这方面比较有洁癖一点啊，你有语言上的使用的洁癖。对，就是当然会希望演员的每一个字都用得很精准以及很到位这样子。因为你必须要一直抓住观众的视线，对，跟他的整个感受进去这个戏里面。所以如果有过多的杂讯的话，的确会一直让观众有分心，这件事情是不太好的。就不要让他们有机会分心就对了。对，专注在你们说的每一个字句上面。是。导演觉得自己很严格吗？在排戏上面，除了刚刚讲的语言要适当的使用，要干净之外。我自己觉得啦，我对演员应该是沟通上都蛮 nice 的，但是还是会努力的让他们去尽可能的接近我理想中的状态，但是其实我也
不见得就是知道我理想中的状态是什么，只是在排的时候慢慢摸索。对，然后看到他们只要还有空间，或有时候不是我给他们，其实他们也会给我很多东西，然后就发现哦，他们这次又比上次给了更深或更多元的选择，那我们这次就来做不一样的选择，所以就可以一直往上，一直往上。我觉得他可能某方面的确他蛮严格的，但他其实不专制。那你刚刚讲那个状况有没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你们各自有不同的想法的某一个表演这样子？这样讲好吗？这些床戏的部分，他也是有提供了很多想法。好好奇浩中提供了什么想法哦，在床戏的部分。其实不只是浩中会给建议，另外一个演员鲍一安，他也很潇洒，他也会一起加入这个建议，所以大家就是其实像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一个情欲戏。因为其实后来排到这些体位的地方，其实比较像在排练一个舞蹈。哦，对，就是比较是用这个方式去工作的。就比如说，好，我这边会亲你到奶头的地方，我可能就会换位置了。所以就大家要有个默契，然后到这边要转身之类的，也会比较好转。然后因为你知道，真的很像在排舞哎，就真实的做爱不会这么复杂，对。对，可是因为我们又有一些安全措施，对，你们要避一些视角，所以两个人就排到最后就有默契。然后到这边之后，然后开始我假装我推你，可其实你自己也稍微移动一点，对，真的很像双人舞蹈的那个概念。没错，其实就是用这个逻辑去排。然后大家有说，你这边这样屁股这边再抬一下，对，这边刚好可以挡一下，对。其实过程也蛮有趣的，我觉得大家知识层面也会增加很多，开发过很多自己以前我以前没有做过，原来是可以这样做的，可以这样做的哦，是吗？有人这样做吗？好，对，或者是过程当中也知道说，哦，原来要先步骤1才能步骤2，然后步骤3才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过程。什么样的东西需要这么多步骤？害我都好奇了起来。我觉得比较像是你还是要让观众稍微有一点点被调节，就是有点也是跟观众一起在营造一个前戏的感觉。OK，所以先做一些，比如说手势的抚摸，然后摸到哪里，然后这时候才可以再接吻，然后才可以怎么样，就是也是跟着观众一步一步推进，对，把它带进来这样。对，你是不是有咬哥哥？就是在排练的时候。对，就是不小心咬了他。是在什么状况下会不会想说我可以咬他一口这样？就是咬他的，我记得应该咬他对这边吧。对，是在某一场性爱双人舞的时候吗？对，怎么说呢？我该怎么说呢？情不自禁，情不自禁的，就是觉得下意识就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最后有咬吗？我有点忘记了。后来好像没有咬了，我自己好像也可能不饿了。吃饱了因为我访问呢很喜欢去滑大家 IG， 我就有在浩中的某个影片上看到你说过，碰到不同类型的戏的时候，好像都可以有不同的武器展现出来。是，那你在这部戏里面展现出来的武器是什么？因为我可能在这部戏里面，你今天是不是很多东西需要剪掉，是吗？没有，在这部戏里面有演，就是一对兄弟嘛。那我觉得。可能很不要脸的说，就是我的长相可能跟同龄的人比起来，我可能看起来比较小。所以这某方面是我的武器。我不知道。你是说看起来像个弟弟就是你的武器？就又矮啊，我们没有说这件事情。没有，我说了，没关系，就是我的身形，视觉年龄比较小。对啊，所以容易惹人疼爱。不一定，或者是容易被看不起。怎么可能？真的啊，就是你有时候有些人就是他可能长得就是比较有一个稳重威严感。对，这种人大家就这样子，然后可能我这样大家就你就弟弟啦。我看导演的有一个影片，他说人的一辈子只要有一刻是被好好爱过的，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蛮好奇你怎么会有这个心得的？我爸妈在18年、22年的时候就是相继离开嘛。对，那其实面对父母离开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都是一个你需要过的关卡。但是我就发现在你觉得忍不住的会一直去想到跟爸爸妈妈的过去的记忆啊这些。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我真的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然后也很幸运的是，就是有很多爸爸妈妈的爱这样。所以当我回想到，我知道我在什么时候很明确的记得他们是
爱我的时候，其实就会让自己觉得比较不那么悲伤吗？不那么悲伤，也可以比较走过去，然后也会觉得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值得的，因为你曾经被爱过。但你要记得那个感觉。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努力去想看自己被爱过的那个时光，可能就不会对那么不快乐了。OK， 那接下来问浩中，你有个剧场米格鲁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反正那部戏就是很多动态这样子，然后我就要跑来跑去，然后变换，可能30秒内要换成10种动物，太多了吧？然后这个导演就帮我取了一个这个称号叫剧场米格鲁，但现在已经不能是剧场米格鲁，现在比较现在那个泪沟都跑出来了，比较是马尔济斯。因为马尔济斯这边不是都会有那个泪沟吗？对啊，黑黑的。但你是不是在剧场？我说 literally 的演狗，至少2次，对不对？至少2次。对他狗真的演得很好。擅长演出狗的男人，浩中。你好。好，那不是马格鲁。米格鲁啦，马格鲁是马尔济斯马格鲁，马格鲁不是啊，还是讲错。马尔济斯米格鲁。哦，我在想是哪一个犬种。然后其实导演本身也是演员嘛，对不对？是。然后近期就是最让我震撼的一个角色，就是你演出《大梦》里面那个踹人的坏警察。你那个踹人是刻意设计成那么有弧度的吗？那么有暴力的吗？其实就是因为虽然就是一场戏，但是这个剧组非常用心，我还是有去排戏哦，然后有动作指导，然后他其实真的是有教说怎么样踹可以看起来比较很用力的感觉。教我，就是你踹的时候，你的上半身重心要往后倾倒多一点，重心会必须移动，就是代表你前面给你的反作用力是等等的是很大的，是对。但是其实你就是想好这一点，所以其实你真的踹的时候其实你不会踹得那么用力。但又想说怎么会有人踹完然后是飞成这样子的？那个令我很印象深刻。那个动作指导我觉得非常不错，他也一天到晚在入围或拿金马奖啊，真的哦。对，然后就是相关的保护措施该用哪一种东西，就是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踹，但是我去排练的时候就是有做这么多功课。好，然后接下来我要考2位东西需要用到前面的白板跟笔，请2位拿一下笔跟白板。好的。好，第一题是，除了原本你们在这部戏担任的工作跟角色以外，会想要挑战3位主角中的谁？好的，1、2、3，上答案。好，导演想要挑战的是弟弟，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怎么样我都不太可能演到这个角色，所以搞不好就有机会啊。我们有聊过说，如果有一天我就是想演弟弟的话，那就是我只是举例哈，就是比如说，那我可能这个兄弟是柯淑媛跟我，这样看大家会不会想看？会，要不要考虑一下柯淑媛跟我，对，或者是李明顺跟我。蛮有诱因的，又是另外一个市场，你连他对手都想好了，或者是妥中华到这个程度的兄弟。妥中华是爸爸了吧？不行吧？妥中华几岁啊？我不知道，但感觉康哥大我12岁，所以康哥是58，他华哥应该是60几岁。可是我觉得可以耶，你跟妥中华我好像，我也蛮想看的，对吗？对啊，叫你立正站好。三点水又像父子的兄弟乱伦，天哪 ！Oh my god， 好复杂。而且本来就同父异母啊，所以年纪其实没差。很棒的，我很有期待。然后浩中想要演的是 Salsa， 对我想要演的是 Salsa。我是不是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Salsa？ 刚刚有讲有提到，对，就是一个就是跨性别的女生，对，男生女生这样子。因为这可能跟我以往的会接到的角色也是差蛮多的。应该是说你可能，比如包含我自己，就是吓到笔都掉下去了。包含我自己，其实我并没有冲动想要去成为另外一个性别。但是因为我之前有写另外一个影集叫《整形过后》，欢迎大家去看，在公视 Plus 看得到，第1集免费，顺便打别的广告，你很棒。对，公视 Plus 看得到哈。然后那里面其实就是也有写到，就是有跨性别的这样子的角色。那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在填掉的时候，就是他们不是想做，而是他们一定要做。对，就是他，因为他的冲动，他是否定他的生理的。对。就是其实甚至用冲动这个字也不太准确，就是他就是打从心里觉得他是另外一个性别。我在错误的身体里面。对，所以他就是
当他一天多活在这个世界上，是用这个性别对他来说是极其痛苦跟不舒服的，所以他不是想做，而是一定要做。那其实当我们的生命中没有这样的经验的时候，其实会想要去挑战。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思考的方式，能够去让自己知道，去诠释的时候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心情。其实蛮辛苦的，我很难想象，我这么讨厌我这个灵魂的容器，这个对，我又不知道怎么处理它。对，你想讲的是不是这个？谢谢金墩，我是一台翻译机，很棒谢谢金墩，没错。好，我们来问第2题，《同期时间》是一部骨科相恋的故事，请问骨科一词的由来是什么？我看到答案的时候，我有荒谬的笑出来。有没有提示啊？提可以提示吗？提示跟动漫有关系。哦，跟动漫哦。对，我猜大家一定都答不出来，你可以随便胡诌个答案。我是写我本来要写的答案好了。啊，没关系，写不出来就算了。这个我比较讲急着公布答案。好，那你公布答案吧。好，1、2、3亮答案。耻骨相撞，你真的很有创意耶。对，但耻骨是哪里？耻骨就是在这里啊。哦，那这样会相撞吗？髋部那附近的嘛，对不对？我以为耻骨就是那个很羞耻的外面的那个骨头。我们突然变得好科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很荒谬的骨科的来由。它事件发生在2012年，是从中国大陆的微博动漫相关贴吧传出，男主角据传是当时某个汉化组的成员，他跟自己的亲妹妹发生了超越伦理的关系，被父亲当场撞破，打断他的腿，然后由于在本地医疗无法完美的复原，他去了德国的骨科去动手术，连妹妹也都跟去了。这是一个真实的 I don't know， 但是网络上查到就是这个资料，就是骨科2个字的来由。像是跟亲妹妹发现，然后被爸打断腿，然后要治疗骨科，就到德国去，所以也称德国骨科。哇，有需要到德国哦？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故事太假，但是我好喜欢这个答案哦，是不是很莫名其妙？甚至不是到隔壁比较近的省份日本去看，或者省份要到德国去。德国，那他爸是家里想必环境应该也不错，也不错吧？所以爸爸才会这么生气，因为可能是知名的企业家这样子，然后但是家里面出这种事，他就特别的受不了。把它打到很完美的残废这样子，这真的是不特别查，完全没有办法想到对对，没关系，我们今天长了一个知识，因为你们就是一个骨科的故事，但我们告诉你骨科的知识。欢迎大家也去查一下耻骨或者是男性器官的骨头到底叫什么，然后就是请留言告诉我们。男性器官的骨头，你是说我这海绵体嘛？里面没有骨头啊？没有啊，没有，你疯了疯啊！我的天哪，这个不能剪，这个不能剪，这要剪预告，而且旁边要标注他是台大的。发什么疯啊！我想踹你啊！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件事情。那既然你都聊这个骨头了，之前看有一个那个也是有个 podcast， 然后上面说就是有一个医生是专门做这个性器整形的，然后他就是可以做一个。大家有没有玩过一种玩具，就是那种软丝玩偶，就是它外面可能是塑胶，然后 QQ 的，可是里面有钢丝，大概知道，然后可以折来折去，它就可以把鸡鸡做成那样。就是你的鸡鸡可以折来折去，但是它就是它这个鸡鸡它也没办法消退。哦，你说它就一直都是发作的状态下，对，它是一直都是一个发作的一个状态，然后你今天想要左边酌情一点，就是这边这样折一点，好糟糕哦！但是它就是 always ready。那请问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资讯的？没有，就是听 podcast， 就是刚好看到人在就是说他在做阴茎增大术，然后无聊听一下。哦，了解，也是没有是一个很健康的话题啊。对，是没错啊。我只是觉得，我真的很好奇说，哇塞，居然可以做到这样子哦，很好听哦。就像你这样子，你觉得那个鸡鸡没有骨头？我真的是。好，最后一题，同期时间在就是我们触碰到的议题蛮多的。那你们要用一个词来定义这部戏，你们会怎么给予一个词汇这样？等一下，怎么？我还没写完啦。你可以写注音啊。不要啦，这样少一个是不是？那你帮我写好了。你是要写这个字吗？对，对，好。让你自己写，只要自己写。好，1、2、3，亮答案。你写什么？
虐，虐，你刚刚说什么？不是我这边角度看了，我虐，你好像没有资格像他不知道耻骨是什么。对不起，我写了一个困。然后困这个字有什么难的？你把它写成英国的音吗？不是，因为我刚刚一开始真的是一开始想不出来，他一直在写音，对，我一开始想说，是这样写吗？不是吧？是，然后就一直少下面那一根这样，好，要稍微解释一下嘛。就很虐啊，因为两个相爱的人却有一些不能相爱的原因或理由，这个就很虐，各种虐，然后想要却不能碰，或碰了就又很心里又过不去，就是很虐。好，浩中是赢，阿淼是困。因为在剧本的开头就写说，就形容了这个场景，然后这个场景是一个出租套房，然后潮湿，然后在地下室，然后我就会觉得，对于我而言，我会觉得其实3个人他都被困在这个潮湿又阴暗的边缘的角落。不论是 Salsa， 他想成为一个女生，可是可能外面的人不接受他这样子的身份。再来是哥哥，他父亲是台湾人，然后可能母亲日本人，他是一个台日混血，然后他在日本长大。他也没办法这么全然的被那个地方所接受，所以他某种程度他也被困在了一个，我不确定这样讲对不对，但是就是某种比较日本他们文化的体制内，他没办法对抗这个体制。他们虽然被困住了，可是好像只有在这个地方，他们3个人才是自由的灵魂。如果离开这个房间去其他地方的话，他们都是一群跟这个社会某种格格不入的存在。你现在讲了好多话，好棒，开心。谢谢，那就帮我留最后这一段。好，所以同期时间是在8月13号开始，会在蓝盒子重新演出。是，对，没错。好的，那传播 TV，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拜拜。